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收看09新一期的 DOTA 提高班。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英雄是之前都没有做过的一个英雄，死亡先知。应该是会在7月3号跟大家见面，然后5号、7号和9号会连续更新4部视频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暑假，也希望大家忘记前段时间迟迟不给大家带来更新的困扰。那么，死亡先知这个英雄吧，其实他用的少，并不是说他不够强，只是说在某些特定的阵容里，他可以发挥他超强的作用。什么狂热的死亡邪教之信徒，他的信仰与他的死亡完美的结合。这个英雄其实成长还是很不错的，总成长有6.6，攻击距离也是600，而且基础的攻击力还算是比较高，44到56啊，这个跳动比较多啊。首先这个英雄定位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他是一个2号位，但是带节奏能力主要是体现在推塔。然后他其实有的时候也能当1号位打，只不过他的纯后期会很弱，但是他配合一些特定的英雄推塔会非常强，打阵地战会非常强的一个英雄。这样的一个英雄，既然我们知道他的一个定位，然后他的主要的核心是推塔、AOE 和放风筝，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的几个技能。首先是第一个技能叫做腐臭蜂群，这个技能基本上主角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这个技能的范围很广，而且是一个 CD 很短的 AOE， 本来是8秒，如果你把被动加满的话是4秒。这个技能主角没什么好说的。然后2技能是沉默，这个沉默的话其实也不用多说，它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的范围会变大，比如说1级的沉默只有这么一点，其实沉默这个施法距离还真是够远的，你看它可以沉默到这边去。所以说沉默这个技能大家其实小看它了，真正有操作的人可以把沉默这个技能放的炉火纯青。比如说对方来推打有一个 VS 想上来换你，这个时候你当头给一个沉默，他就会突然束手无策了，或者一个冥界亚龙在给你释放法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给他一个沉默，他肯定立马就愣住了，因为他一开始的作用，他一开始的这个反应是施法，如果他这个施法被取消了的话，他会在那里僵持很长时间。那么他僵持的这段时间，基本上你就可以类似于获得了一个眩晕剂，基本上因为他什么都不可以做，他不会攻击，然后也不会移动，他只会在那里僵持一段时间。所以沉默这个技能可以在前期加1级，作为一个小规模的团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技能，而且耗模只要80点。后期的话，升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范围是非常大的，而且距离非常远，所以说这个也是后期的一个神技，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的作用。3技能被动的话，其实也非常重要，所以说他这个英雄要在12级、14级、16级才会比较强劲。3技能它最主要的地方是可以加这个移动速度，然后还是减这个前2个技能的 CD 和魔法消耗。4技能的话其实是一个状态技吧，就是类似于变身，它是会释放很多恶灵，等级的提高会增加它这个恶灵的数量，满级的话是18个，然后再加上这个东西可以增加6个，也就是24个恶灵，还是非常恐怖的、非常壮观的一个现象。我们可以放出来看一下，还是比较壮观的。然后这个恶灵恢复到你身上的时候，会恢复你25%的血量，这个可以忽略不计了。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奇效。好，它这个技能讲完了以后，我们讲一下它加点，基本上是主角 R， 然后沉默看情况点1级或者不点，然后再把这个被动点满，有大点大，然后再满沉默，不需要黄点的一个英雄。那么他这个英雄其实只有2个主动技能，4技能应该不算主动技能，所以说他前期只有2个主动技能，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英雄的走位，还有这个英雄这2个技能的使用。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他施法前摇还是比较长，他要膈应一下，然后从这个裙子里面放出来，好像是一个气体，这是他的主动的 R， 还是有比较长前摇的，所以说大家如果点人的话，经常会出现很尴尬的情况，所以我推荐大家是点 D。如果要是感觉对方有一个移动速度比较快，会躲开你的这个 R， 或者是你看到对方2个人站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你想重新 R 一次，那么你用 S 把这个 R 取消掉，然后再 R 出来。沉默这个技能的话，前面也讲过了，它也是一个神技。这个具体怎么使用的话，大家自己去研究。比如说沉默的 TP 是吧？
比如说对方想上来杀你，你假装没看见，这时候突然一个沉默，在他情况很混乱的时候，你把他反杀掉。这也是各种各样的沉默的使用方式，包括比如说像沙王在这边埋地，你可以用一个沉默把它沉默出来，很多。那么我们来讲一下他这个英雄的主要的定位吧。最后再讲一下出装定位。首先，他这个英雄强在哪里？加12%的移动速度是他的第一大优势，就是跑得很快。第二大优势就是他 AOE 范围很远，这个意味着他可以很有效的配合队友进行远距离的安全的击杀，也意味着他可以很好的进行守塔，也意味着他在推塔的时候节奏会非常快。这个就是他一技能非常强大的地方。比如说对方来守塔了，你不敢上去，因为上去很有可能会被先手直接秒掉。这样的话，这种有长距离 AOE 的英雄就会提供一个很好的守塔的效果。推塔的方面的话，可以配合队友两个技能直接把兵清掉，也是一个很强的作用，并且300的伤害也不低吧。然后呢，既然它有这样的一个4秒 CD 的一个很强的 AOE， 那么它必定是一个很强的魔法输出，类似于古法这样，它是属于一个很强的魔法输出。然后配合这个大招，它会有一定的物理输出，所以它2号位的能力在14、15、16这个等级是非常强大的。既然有加移速，有超强 AOE。配合这个大招的话，它还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放风筝能力。因为这个大招的话，这些小死灵它是随机攻击你周围的单位，所以如果你跑得很快，那么对方又追不上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保证自己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然后对方不断的受到这个小死灵的攻击。如果你的范围内只有对方一个英雄的话，那么它这个掉血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个同理，防御塔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把兵清掉，对方不敢上来，只有一个防御塔，那么这个技能打防御塔的作用是非常快的。OK， 讲了这么多它的定位和它的技能，我们讲一下它的出装。这个英雄的出装，如果你当一个酱油打，就它也是分情况的。一种是比较讲究个人的。这种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出装，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套出装，就是相位战鼓的这个出装。这套装备的优点在于前期补刀很准，你除了让相位以后补刀非常准。开了战鼓和相位，你的移动速度会非常非常快。我们做个试验。好，这个时候打开相位以后，死亡先知的移动速度是473，基本上接近一个顶速。如果你开了战鼓再开相位，那么你基本上就是一个507，就是已经是一个顶速了。所以这种死亡先知，你的逃生能力是极强的，而且可以非常有效的进行追杀，进行很好的走位，利用你的大招去伤害敌人，这是我比较推荐的。这是属于比较看重个人实力的一种出装，当然要求你有很好的走位和很好的操作，才可以驾驭这个出装。还有一种比较好的出装就是秘法梅肯，这也属于一个比较好的出装。这种出装的话就是比较团队，但是也有前提条件的，就是你的团队是需要有稳定的控制，能够让你在团队，就是你不需要去很快的移动，可以有队友来帮你去完成一些保护的工作，因为他这个英雄还是需要一些保护，还是比较害怕被人集火直接秒掉的，所以秘法加梅肯这个出装也是很不错，因为它本身的定位就是一个推塔，然后秘法和梅肯给它提供了持续的续航能力，就是包括魔法的回复和血量的回复，最主要是可以保护你的队友。后期的话，你还可以转笛子。这个出装的话是比较团队的出装，还有一些比较奇葩的出装，我这边就没太多介绍了，省得别人又说我这个。其实你要打量的话，这些小的道具你都可以选择使用，这个就看你对装备的理解了。我说的这两种是比较主流的，然后就是中期的一个装备选择吧。我推荐的有这么几种，比较秀操作的分为绿杖、推，还有吹风，这3种是非常秀操作的。针对不同的情况来使用吧，因为这3种道具就是你可以在一个分情况吧。如果对方有沉默，那么你肯定是用这个吹风来解沉默。如果对方但是其实他这个英雄不是特别怕沉默，如果有一些特别克你的这种魔法，或者是有一些瞬间杀伤很高的，你可以用吹风来躲。如果对方有这种留人技，你可以用推来躲。
如果对方有很强的物理 DPS， 你可以用绿杖来躲。这是3种可以使你短时间内处于无敌状态或者逃离险境的一个道具，可以配合它的大招和一技能，可以有更多的输出和更多的2次作战能力。当然，你如果要是踏踏实实做人，那么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出这个挑战笛子或者是梅肯这样的肉装，或者先锋盾这样的肉装。当然，西瓦也是非常推荐的。包括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道具叫做血晶石，也是比较适合这个英雄的，因为它有的时候你如果无限拨兵，无限收线，然后不想回家，血晶石这个道具还是可以出一下的，毕竟也算是半个团队装吧。还有一些非主流的，我这边就不推荐了，比如说引刀啦什么的。打到后期的话，大家要喜欢出什么的话，还是要看局势来定。总的来说是以肉为主。如果你特别想玩非主流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刷新这样的道具。那么，讲解的部分也比较简单，就到这里。我们还是看一下第一视角，因为这次的第一视角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好的，欢迎回来。那么今天这2场本来应该是有3场。因为有我在整理硬盘的时候，发现我有一场非常精彩的这个 DP 的和一场非常精彩的 SF 的，因为最近一直在打，然后也一直在录。这2场呢，一开始我没给它整理到文件夹里面去，结果就不小心删掉了，非常遗憾。所以这次只能给大家带来2场，都是比较顺风的局，都是我个人在天梯上面做的单排，就是希望平时没有队友去开黑的同学也可以看一看，自己打路人的时候怎样去打。一般自己打路人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以自己的节奏为准的，因为你只要把你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那么你一定不会让你的队友失望。最近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就是什么英雄可以克制现在非常主流的小娜迦。那我个人觉得 DP 这个英雄其实是完克小娜迦的，因为它有很多点。首先，小娜迦这个英雄非常怕 AOE， 那么 DP 本身有一个4秒 CD 的300血量的 AOE， 然后小娜迦这个英雄呢会把人睡住，属于无敌状态。那 DP 这个是最喜欢别人把他无敌状态，这样他大招可以不断的打。而且小娜迦这个英雄要杀他一定要用什么？一定要用沉默，所以 DP 这个英雄都具备了。所以职业战队的话，现在的这个小娜迦的比赛，基本上小娜迦的胜率都是非常高的，因为他这个英雄打架很猛，打架非常猛，带线又很安全，可以用幻象去带线，然后用自己的这个 D 去结合幻象去收兵。还有就是小娜迦这个英雄的后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比较适合打大比赛，不管是打正面还是拆塔都很强。好，这里我是随机到了一个 DP， 然后表示被大家认出来了，大家都表示压力很大，知道有可能会上视频，所以要打得比较认真。我随机到，然后买了只鸡走中，然后因为现在这个小鸡降价，所以鸡还是比较便宜的。我们这边是直接有了一个攻击之爪，这里大家看到这个装备一定知道我要选择是我之前讲过的那个相位加战鼓的路线。没有问题。对路的是撕裂者，圆盾出门的机器人啊，前几个视频一直把这个机器人错念成指挥官，非常尴尬。好，这里前期点了他3下，这是第4下，连续点了他4下，但是因为我卡兵没有卡得很完美，所以只是低地点高地，有点小亏。这里由于是打这个英雄，我没有学沉默，前期觉得还是加1级被动性价比会很高，因为1级的被动在减魔方面会比2级到3级的这个性价比要高一点。那么大家也看到我这个加12的攻击没有白买，点他一下，虽然他有圆盾，还是挺疼的。而且我不断的在看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明白我在看他，为什么要看他状态？可能我切的比较快，大家没有看清楚。那其实我是很清楚，因为我要看他有没有加被动。他如果加了被动的话，我打他会增加防御力。
如果他没加被动的话，我就可以打得凶一点；如果他加了被动的话，我就不打得那么凶了，我就好好补刀了。所以大家应该能看出来，他是没有加被动，就打得非常凶。在这个塔的范围，可以利用这个死亡先知他出手前摇，出手还是比较远的，就是他可以很快的打出一发子弹的这种感觉。这里有点想再买一个攻击之爪，因为我觉得他有圆盾，我一个攻击之爪打他还不够疼。所以这个出装首先是一门学问啊！你看打他已经送大红了，这里有一个队友绕了一下，我第一时间是没有看得很仔细。对，这个确实也比较难杀，因为他本身自己具备一个逃生技，如果是在有树的地方是比较难杀的。这里提到前期的出装，就是你要分情况去出装，打什么人出什么装。像你中期前期要打一个这个中路式的近战的话，就他对你的血量不会有任何的骚扰，那么你尽可能的去买一些攻击力去压制他，而自己的话带个吃树就足够了。这边我们看到他还是比较虚的，他可能也是魔法太多了，所以想用一个 T 来躲我的 R。还是属于比较强势的一个打法，因为对方有3个人在上路，看得很清楚，1个人在下路，所以我自己是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当然，你如果要是用这种比较激进的走位去打的话，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看清楚对方有没有对你有威胁的人是不在的，比如说牛头 VS 这种英雄，冰女游走能力比较强的。我这里还在犹豫，是直接买香味呢，还是先买瓶子过渡？因为我现在血量还行，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如果真的很顺的话，我就直接相位了，就像这样，我直接买了一个相位。好，波了一个但是他用这个 T 是躲掉了我的波。又 T 了一下，还是刮到了我。我这回升级一下5级的波，但是他因为这个 T。他失误了。本来这一波应该是他把我杀了，然后被塔砸死，应该是这样。然后其实还是他赚，但这波他没有勾到。确实他杀人的欲望也比较强，所以没有加被动，这样也就意味着他 T 的等级很高。大家也看到他 T 的 CD 很短，他应该是5级的时候学了3级的 T， 然后连续勾了3次，前2次都勾到我了，第3次没有勾到。这样他很亏，这样我前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开局。首先是很快的拿到了相位，小鸡我稍微拖了一下，因为这个瓶子对我来说还挺关键的，我又运了一个小蓝，稍微浪费了一点时间了。就中路，如果你有自信的话，可以。如果对自己的对线有自信的话，可以像眼、鸟还有对眼和鸟这2样装备都可以自己买，还有 TP。对，这3样装备对于一个中单实力比较强的人来说，都是属于3个神器。这盘没有，我队友帮我买的鸟。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已经升到了7级，然后我开相位，因为有2级的被动，所以移动速度是非常快的，直接装掉了这个隐身。看一下队友在上路还是打得比较凶的。这个隐身吃完以后，我绕到了他的后排，先是收掉了兵，这样的话他很尴尬，腹背受敌。他没有选择从我们的野区走，选择了走河道。A 一下一个普攻，一个腐臭蜂群带走。这里就是要提一下，为什么我第一次有一个反杀，第2次有一个击杀。其实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第1次和第2次我都注意把所有的兵都清掉，这样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那么第1次的直接结果呢，就是他在勾过来的时候要被塔打，那么他确实是被塔打得很惨，因为没有小兵了。这也是死亡先知最强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 AOE 的范围很远，比龙骑士的喷火范围还要远，非常变态的一个范围。
那么第二次的话，这个就是他会发现有一个远程小兵在打他，正面有一个远程小兵在打他，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隐身死亡先知，所以他感觉到非常迷茫。所以第二次我又有了一次击杀的机会。这边已经是2比0了。我的状态不是很满。这个时候呢，下路是比较远的，所以我没有选择去下路，而是考虑继续在中路做一些压制。这时候我看到下路好像是对面人在下路的这个时间非常久，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久，所以我决定来一下。这一波看一下，对方是3个人，蚂蚁、剑圣，还有一个已经阵亡了。时机刚刚好，这边还有个针眼，这样的话蚂蚁是直接被发条弹死了，然后我一个普攻带走了剑圣。这个就是死亡先知支援比较少有的情况，就是你拿到加速或者隐身这样的神符。这局的话，我就是拿到了一个隐身，拿到了一个加速，不然的话，死亡先知真的是很难做击杀。如果你在对方的视野里去想要杀他的话，你没有一些很强的控制是很难做的。那死亡先知他虽然有一个，我现在这个被动已经满了，就他虽然有一个4秒 CD 的一个被动，但是他还是没有控制。所以说他要主动gank是比较难的，除非你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神符。这也是我建议死亡先知走中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对线是有一定的能力的，还是比较强的。他这个对线基本上可以压大部分的人嘛，因为他的这个推兵、收线、吃符，如果双方都没有队友的帮助，死亡先知是会比较强势，点人很凶，出手很短，然后AOE 很长很猛。这个我觉得他对线还是比较强的，再加上他适合控符，我觉得他还是适合走中比较好。中路的话就不用说了，相位加瓶子。这里我也是买了比较多的装备，想走战鼓，所以先出了一个护腕。那因为这3个树枝装备经济情况还比较充裕，不舍得卖，所以和一个大魔棒。这大魔棒其实也是看情况的，我觉得死亡先知这个英雄可以出也可以不出吧，看一下对面的英雄是不是有很多放技能。如果有像钢贝或者是暗影恶魔这样的英雄，那么我觉得大魔棒还是有必要出一个的。这里剑圣到了6，对这个发条很有想法。我这边直接开大，我知道这个剑圣可能会用无敌斩，早点出来帮助这个发条。发条一个勾加一个框，这边我帮他承担了一下伤害。因为我是刚刚更新的装备，所以这一波非常极限的扛了下来。发条又是拿到一个人头，这波一下他死了。这老虎不知道在搞什么，已经有点乱了。这里我也是打出了比较大的优势，而且看了一下2个边路，都还是比较顺的。那么这局接下去的一个情况应该很容易预见了。死亡先知在魔法充裕的时候，完全可以2个波收一波兵。发条是一个导弹炸掉这波兵，好，已经11级了，非常的顺。这边其实我这个异人面罩是买错了，本来不准备买这个异人面罩的。本来呢是想出一个这个护腕卷轴，它的快捷键是 B， 但是我点错了商店，所以点出来一个异人面罩。不过其实这个时候买异人面罩还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前期它很便宜，但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对于这种高智力的英雄来说，为什么说对于高智力的英雄？相信很多玩到他的人，我觉得应该有50%的人都知道这个百分比的回魔是跟智力挂钩的。好，这边我切入，时机还是不错的，躲了一个剑，然后看一下这个波是波到了3个，先一个普攻带走了 POM， 继续放下风筝，一个波死了这个死棋吃了一口魔棒极限逃生，这边有一个带套子的，好，再一个波掉了死棋，另外也是将机器人打成了残血。这里我开了一下相位，开了一下大招，朝前冲。好，这里开相位，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移速非常快，这个剑圣根本跟不上我。那么由于刚才那段时间在我身边的只有剑圣一个单位，所以我的
怨灵是优先攻击剑圣。好，大家可以看到12级的这个 DP 已经非常猛了，这个基本上11分钟到达12级的一个 DP，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 DP 在接下去的一个 PK 里面会有一个多强的表现。因为前面我也有说，死亡先知这个英雄最强的时期还是在12、14、16这些等级。这里我也做出了比较核心的装备，就是战鼓。有了相位加战鼓，你基本上不用怕你的 PK 会死了。如果对方不是很强的 combo 的话，在一般水平的房间里面，你可以利用这2个道具很有效的进行逃脱，而且在追杀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当然前提是你还是要操作一下的，不能 R 一个就不动了，对吧？ R 一个要马上动起来，这样的话你的杀人能力也会增强很多。前几天是跟老鼠去哈工大做了一场活动，然后我代表哈工大的同学向各位，因为当时在场的电竞氛围非常的好，我这里是开了战鼓和相位在赶路，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我眼前只有一个，算了，先看到这个老虎，先把这老虎杀了，然后再开相位。因为正面战场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能打过的，所以我这边是直接来收后边的2个人，沉默他一下。沉默的动作稍微有点慢，早一点沉默的话，他连勾都勾不出来。但是问题不大，他已经跪了。回来之后，我们看一下蚂蚁是不是有机会。好，看到蚂蚁，这个波是没有波到。不过没关系，还可以再追一下。好，我们看到这个蚂蚁是藏在里面，再播一个带走。另外还有个剑圣，这波我是杀了3个，这个3杀蛮有意思的，是先去他们对面的家里面追掉2个残血的，然后又 TP 回来杀掉这个蚂蚁。下一期视频嘛，因为那个手机的数据线我这边还不在身边，下一期的视频我会给大家送上哈工大校友的祝福。这里可以看到装备确实是又进入了碾压的节奏。这里我考虑再三之后是考虑出吹风，因为我出装备比较喜欢看我的身上的钱，我喜欢一次性买出一个就是自己刚好够钱买的这样一个大件，因为这是最有可能去改变局势的时候。我之前有在这个黑鸟的视频里面讲过量变和质变的关系。那其实打DOTA的这个经济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能够在刚刚积累出大件的那段时间，应该是你最好的一个发力期，因为对方不知道你的这件装备，而且你也刚好达到了一个成型期。这里应该说我的鸟还没有到，不过我觉得这波 PK 我可以直接来参加一下，我的魔法和血量都还不错的，直接开了大。好，又是一波收割节奏，先是带走这个死棋，一个沉默到3个人，看一下追谁，开相位。好，这个老虎你还想 TP， 有点骗自己。好，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小死灵把这个机器人也有在咬。这波也是成功的击退了对面。好，我还是买出了自己的吹风，因为一开始不小心点错了，点到一个异人面罩，所以就购买到了这个吹风。其实吹风也是挺不错的。战鼓相位之后出吹风，这是大顺局之后的选择，也有可能是你想利用这个吹风去极限逃命，因为吹风是可以吹自己的，可以解状态，然后也可以变得无敌。这里比较尴尬的是，我买了2个魔力法杖，好像是刚刚又买错了一次。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速度，开了相位以后直接是514的速度，所以你这个战鼓基本上是不用开了。刚才那个沉默还是沉默完了，我对这个沉默的极限距离掌握的还不是太好。蚂蚁在背后追我，我们先躲一下，放一下风筝。再给一个波，再躲一躲，看看情况，开相位之后给一个沉默，看一下有没有队友跟上。好，在人群之中不断的丢波，因为我现在已经是无限的魔法了，发条动手了，
杀掉这个 Pom。好，我们继续的去播，已经16级了，到达了死亡限制最强势的一个时期。这里我们是把它吹起来，等一下大家的站位。先是杀掉这个死棋，因为我刚刚好像注意到这个死棋是没大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死灵的数量是怨灵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如果对方在我的视野里没有英雄的话，集中火力拆塔的话，就是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然后对方开启了塔防。我不断的是想看这个剑圣有没有上来的意思，先把他沉默住。这波我们的剧毒也在对方的高地上布满了自己的蛇棒，那么这一波看来是志在必得了。我们先撤一下，给一个大沉默。好，这个老虎是没有办法放出任何的技能，机器人也是很长时间处于一个假死状态。OK， 又是收割掉了对方的 Pom。我们这局的顺风碾压，小红上有人要。不过对方还是把这个高地守了下来。我们这边也阵亡了2个，还剩下我和发条。发条给我加了一个骨灰。骨灰这个道具其实死亡限制也是可以出的，有一定的回血，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回魔，有一定的撑血，另外还有一个瞬间回血的技能，也是可以出的。但是一共就这么几个格子，你用来出小剑的，最多也就两个格子吧，因为你毕竟还有 TP， 还有鞋子，这样的话你可能最多3个格子吧，那还有一个要留给大剑。你3个格子里面，如果有一个是魔棒，有一个是虚无，那么就只能有一个格子用来出这个像骨灰这样道具了，因为这样的道具还是卖起来还是会比较心疼的，超过500块的道具。好，我们开了大招以后的 DP， 这个机器人根本不敢近我身，只能非常猥琐。好，这边我们给了个沉默，发条框住他，他吃了一个魔棒，被发条再一次带走。对方中入了高地，还剩下最后一个远程近战兵。我的魔法也基本上保持一个源源不断，不管是怎么开大、怎么放 R、怎么放沉默，都可以保持很好的魔量。这个就是比较顺了。如果大家比较逆风的话，可以考虑出一些。如果又不是很喜欢喜欢秀的同学，还是推荐大家出一些很扎实的装备，去根据对方的伤害类型去判断是选择出物理防御装还是魔法防御装。典型的物理防御装有这个先锋盾和梅肯，魔法防御装的话就是小斗篷、挑战、笛子。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单匹配路人的个人匹配啊，我最近是打的非常多。最近呢，练了一个高积分号，也是打了比较多的个人匹配。我觉得在你打个人匹配的时候，比较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把对方当做自己非常重要的点去考虑，就你要考虑对方的五个英雄对你有杀伤力的是哪些，然后对方的每个英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谁比较凶，谁比较不凶，每个人打法是会怎么样，这个你都会在一个很快的时间会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判断，这个会对你接下去整场比赛的一个走向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你打个人匹配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这也想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你知道对方的心态，知道对方的打法，这个会很容易的去判断对方接下去的一个思路。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试图在改变我自己的状态，因为现在毕竟是以打路人为主，并不是像以前的这个打比赛为主，还是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转化成一个打路人的思路。好，
那今天这个第一局的比赛就给大家带来到这里。好的，欢迎回来。那么第二场的死亡先知的第一视角，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阵容。这局呢，我们这边阵容还是挺凶狠的啊。然后我是首选出来的，然后买了一只鸡走中。基本上打路人最好，你如果真的是对自己很有信心想中的话，你最好一出来就选到你想要玩那个英雄，然后赶紧买一只鸡去中。这样一般来讲，我觉得队友都会蛮情愿让你中的，因为你中本来就比较容易打得出彩吧。这样的话，你买一只鸡其实也没什么损失，一只鸡只有150。如果你看情况打得好的话，你可以再变鸟，然后再买眼，再买 TP， 这其实是非常容易获胜的一种方式，给大家去好好的去修炼自己的这个中单能力。那么今天我也是捎带跟大家讲一下对线的技巧。其实我很早就想过怎么去讲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首先它关系到你以及你的这个心态。是比较重要的，和你的这个对线者的心态。好，我们这个从一开始，他这个刺可以判断出来，他这个恶魔巫师的使用者不是很会玩，因为他刚才对自己1级刺的这个血量判断不是很好。好，我们这边看恶魔巫师的站位稍微有点危险，他一直想反哺这个兵，所以我走过来，他是刺了我，然后想回头打，但是我 A 一下波一下，再 A 一下再波，再往前走一下，这里跟进他的走位，再一次普攻，再一次普攻，一个大波带走。这里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仔细啊，我也详细的倒回去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刚才那次击杀。好，我们可以看到刚刺完这个魔巫师之后，他的站位是稍微往上了一点，然后反补掉这个兵。这个时候我是想补的，但是没补到他，这里他想再反补一个。所以我先 A 了他一下，然后我发现右边的兵在打我，于是我就往左边再挪，但是他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他刺了我一下之后，其实他的血量比我掉得更快。等他意识到开始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还觉得有资格跟我回头打。这个时候我为了保证跟他对打不 miss， 因为他想跟我打的话，他一定是觉得我在下面，他在上面，所以他打我，会占便宜。但实际上我并没有选择跟他打，因为我知道我的第二个 R 马上就要 CD 了，所以我直接走上了坡。这时候他意识到情况不对，开始往回走，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整个的过程，刚才我们回头看了一下，就是这样。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细节就是他没有注意到，在 A 我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小兵的仇恨，这个也是大家在走位的时候要注意的。你每走一个位，你要考虑到你走这个位要做什么。你走这个位，如果要 A 对手的话是，我看他还是比较愤怒的，为了不让我反哺这个兵，甚至不惜代价用出了自己的穿刺。我记得我最早以前在 VS 平台上面玩 DOTA 的时候，有一个人的个性签名非常有意思，叫做我的每一个走位都是有预谋的。好，这里我们也有一个小技巧，就大家刚刚看到我在塔下是利用我自己这个出手快的优势，不断的在点塔。其实刚刚最后这一下，我要是不往回拖的话，这一下也是可以点出来的。这就是死亡先知他对线非常阴霸的地方。他在对很多英雄的时候，他的这个点人的优势是可以很明显的体现出来的。好，这边是不知道该丢什么，直接把这个魔瓶丢到地上。哎，这个魔巫师想他想把我这瓶子 A 掉，但是他不知道以他现在这个攻击力，一下是 A 不掉这个瓶子的。所以说这个叫做中文可以播的选手，成功的入围了我们新视频的演员。演得非常好，非常逼真，完全入戏。那么这边我就可以变鸟，然后买到了自己的鞋子。这个鞋子的好处就在于你抢服就会变得更加的方便。恶魔巫师还是用反哺来宣泄他对我对线期对他2次单杀的一些不满。不过问题不大，因为我已经准备去吃下路的符了，拿到了我的鞋子，吃掉了小金话，然后我们看一下下路有没有机会。哎，下路
在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人马是吃符加绕后把我们的风行杀掉了。当然，风行似乎临死前死了之后，好像带走了一个叫做精神最重要的玩家。A 一下拨一个，不知道刚才那一下有没有拨到貌似是 A 拨到了，效果还是不错的，一个3级的波打到一个低等级的魔巫师身上。不过由于没有控到符，所以我现在魔法没有持续的续航。那么这个时候你有2种做法，一种做法是用小鸟送小金话，顺便把你的瓶子带回去补一下；另外一种做法就是看一看能不能够等到神符的刷新。好，我这边是一路跟着人马过来，也因此损失掉2个小兵的经验。但是我相信，我看到这个符应该是会吃到下一个符，因为我刚开始看了人马吃到什么符，到底是隐身还是加速还是什么？给一个沉默，抢这个加速，好，没有问题。魔巫师要死了，刺了我一下，他应该还有一个变羊。A 一下，跟着走。你看刚刚是有一个间隙，如果我早一点点移动的话，这个魔巫师跑错方向了。这个魔巫师不知道为什么会往这里跑，他其实直接钻树林会比较好一点。好吧，这样的话他又要跪了。好，演得非常成功，我们成功的达到了大杀特杀。这样的话又是一局前7流的 DP， 大家一看这么顺，应该懂。比较遗憾吧。又是一局非常顺风的局。好，控制一下小仇恨。好，这脚是被他踩到了。我们注意到他是有5根魔棒的，他吃掉了5根魔棒，他可能觉得我有魔法。这个就是选手水平不是很高端，就会做出一些很慌乱的动作。其实相对来讲，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自己对自己的这些严格要求去提高的。所以说好，我们看到这个选手已经开始有点慌乱了，他已经开始在变羊远程小兵了。这样我也是不断在挑逗他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他们2个爆发力是非常高的，是有可能能秒掉我的。但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走位比较有自信，所以我一直在挑逗他们。好，这里是等到了一个符，魔巫师 A 了我2下，但是没有继续追我。好，没有问题，我们吃掉这个神符，再次回到线上，又可以保证自己一个满状态。如果说自己的对手还是只有一个魔巫师的话，那他就算从泉水里面走出来，还是打不过我的。好，这里送到了 TP 和小金话，人马也是把自己的状态回满了，而恶魔巫师貌似是在跟我的幻象缠斗。我们先把小兵都 A 到一个波可以带走的血量，这时候他就是比较不敢上来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魔巫师是去上路了，所以我这里是卡了一波线。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在于让这个人马还可以维持在这个线上陪我玩。好，如果要是刚才那波兵直接进塔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人马是没兴趣跟我玩了。这个就是看机会。如果说这个魔巫师还在的话，那当然是兵进塔比较好。但是这个魔巫师去上了，所以我是希望这个这个人马生了一级皮，非常讨厌。我喝水的时候 A 他一下，这个喝水就会被打断。我们还是老样子，先 A 一下远程小兵，这样的话人马如果要是上来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好，就像这样推一波。由于有相位攻也比较高，不过目测刚刚那一波是没有推到他。这样的话又没符又不想回家，看一下这人马有没有机会杀，调整一下相位位置，人马升了一级。我连续 A 了，有机会连续 A 了4下，一个波。好，这个人马也死了。这就是前期相位鞋出的早的恐怖之处。因为移速本身比较快，再有就是他出手弹道很好，就像风行这样的英雄，为什么其实出相位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对于一个出手感觉非常良好的英雄来说，相位的这24点攻击力对他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其
其实我也去思考过很多问题，为什么风行这样的英雄他是适合出相位而不是假腿？其实原因就在这里。那不光是因为它可以调整好角度去放束缚机啊。好，这里也想故技重施，想在这个背后出现，利用一个双倍神符，看能不能杀掉这个地补。我们看到这个地补还是比较有数的，直接就逃掉了。哦，这里我们发现这个地补是没有网到我，由于我相位这个变现非常快，我是同时看到了4个英雄再朝我这边包过来，这样的话应该是不会被粘住，因为第2个地补离我还比较远，而唯一的一个减速技也使用掉了。也就在局不是很高端的时候，会容易出现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就有些队友。所以这里我还是要重申我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在打路人的时候要相信，个人实力真的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就一个人能做的永远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多一些。也许你觉得这一局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就你已经做到极限了，但实际上你还是有很多很多可以提高的地方，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完美，就这样，除非你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好，这里他们两个站位不是很好，只有拨到2个人，然后瞬间开了沉默，但是目测这个沉默这里是我一个小失误，也是太注重自己，没有考虑队友，沉默是给晚了，不然的话这个人马的2连放不出来。好，没有关系，这个人马是必死的，因为面对一个3级被动加相位的 DP， 一个黄血的人马是不可能存活的。好，我们走上来，好像不需要浪费波了吧？啊，还是放出了波，想抢这个人头，但是没想到，哎，有人，我们看一下，过来之后，我这个魔棒吃掉是可以放波的，给了个地狱火，这波没机会，我赶紧去吃符。没有，回头看了这个出世的段位并不是很好，有没有对他有兴趣？给了一个波，拨到2个人，调戏一下。巨魔对我释放了一些技能，不过我这边有7个魔棒，有大红，问题是不大，捡回了自己的树枝。好，拿到这个幻象，开相位甩掉这个石头人，赶一下战场。这波战场可能从后排切入会更好。我们看有个6级和魔巫师，还是猥琐一点好。这个魔巫师不知道在哪里练到6了。啊，这里队友打字是说风行没魔，是的，也就是说这波可能很难有机会击杀，那我也要稍微怂一点。好，我们这里已经有4级的被动，拨一个走上来，哎，这边本来是想晃一枪的，恶魔巫师对我丢了，好还好牛头有魔，这个魔巫师的穿刺是再一次的丢偏了。哎，这个人马是放出了自己的地，可能是想配合魔巫师的大招秒掉这边的牛头。刚才看到一张 TP 术士，没有上去击杀那个残血的石头人，但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再回头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会发现，因为这个术士是没有大的。我们先不管那么多。这个波你看，本来我在播的时候是可以播到3个人的一个剧情，但是瞬间变成只能播到1个人，就是因为它这个波是有很大延迟的，本身这个波是有一定的移速，再加上它的抬手又有一定的动画，所以说大家要成功的释放这个波，是一定对对方的走位有一个预判的。我们这边身边只有1个人马也被波死，被这个小月灵缠死。又是一局很顺的局，那么又是很快的这个相位加战鼓。那么在今天配音的时候，我发现非常遗憾的发现有一局比较长的、比较纠结的这个素材丢失了。那么我们也看到这里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其实我觉得做这样一件事情啊是比较没有意思的，就是说跟对方说自己的队友玩得不好，这件事情就是我认为大家不太应该去做的，因为做这样一件事情，我的话，我最多是去跟队友说你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因为这样的话也许会促进他的进步，也许我本来赢不了的比赛就变得可以赢了。然后我之前的2天也是跟淘宝店里的人打了2场非常非常大的逆风翻盘，都是破2路的翻盘。啊，我觉得你跟队友说他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去改进，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要是去跟对手去说你自己的队友做的不好，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吧。好，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有一个小的误操作，本来应该是开了大池隐身，然后保持我自己在一个隐身状态，但是这边问题不大。他技能已经用的差不多了，而且我现在这个血量有小斗篷的话是难死的。给一个沉默，好，沉默到了很多人。Monster kill， godlike double kill。还有一个 WL， 这边成功带走。我相信真正这种会成为高手的，或者是已经是高手的DOTA选手，他都有一种特质，都是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那么再结合现在的路人局，像基本上大家玩的这种2000分以内的局，你一个人基本上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优秀的选手可以在大部分的路人匹配中都可以打得非常游刃有余，就算是输，自己的战绩也会非常亮。这个也是我最近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地方，尽可能的不要去要求队友去做什么，而是尽可能的想怎么去把自己这部分去做到最好。这也是一个比较正确的路人的心态。这一期的视频也差不多到了结束吧，主要是讲一下死亡先知的一个打法和前期的一些该注意的地方，希望大家还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这个对面似乎也是放弃了抵抗，由于这局对方的水平本身不是特别高，主要是太晚了。我发现那个视频丢了之后，我要配音，因为今天要出视频，所以要赶紧配音，所以我觉得只有1部视频的话太少了，所以我就开我的这个小号去匹配了一下，匹配到了一局。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也是早晨比较早，大号匹了半天没有匹到，所以那么这期视频后面的内容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看点了。死亡先知这个英雄还是有很多的亮点的，但是总的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比较需要资源，需要队友给他空间，需要特定的阵容和特定的时间段，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那么这期视频也给大家带来到这里，我们下一期的视频节目再见，拜拜。